则天，拿命来！吞了大周女帝，本王即可借一国气运，化蟒成蛟。护驾！我不是在酒店帮校花复习功课吗？他们给我干哪儿来了？贞观19年，玄奘取经归来，大崇佛经入世，九州灵脉复苏，掀起滔天洪水，末法终结，天下进入圣法时代。太宗皇帝设净业寺，招募天下修士，专司斩妖除魔。如今45年过去，武则天登基称帝，改汤为州，定鼎神都洛阳，净业寺也成了大周镇压天下妖魔的第一衙门。前身裴十三，净业寺最基层的业族。从今日开始，裴十三便是你的带教师傅。陆昭昭是刚入净业寺7日的见习业族，见过师傅。依照老族带新族的规矩，被分给前身做徒弟。武则天登基大典开始不久，赤灵蟒妖突然袭击圣驾，前身为了救陆昭昭，被蟒尾击碎护甲，身中蟒毒，当场丧命。师傅，你还活着！第一道防线已经破了，沈大人他们撑不了多久，我们赶紧走。丁，刻命系统绑定成功。丁，刻命系统绑定成功。系统，本系统功能只有2个：斩杀妖魔可获得寿元，消耗寿元可购买功法。宿者体内蟒毒已经侵入心脉，剩余寿元3个时辰。什么？只剩3个时辰？什么3个时辰？只有斩妖才能获得寿元。斩杀其他生命体不行吗？师傅，你看我做什么？师傅喜欢昭昭。不好意思，我对男的不感兴趣。我才不是男的！宿主别想其他歪主意，斩人不能获得寿元，只有斩杀妖魔才可以。行吧，拼了！什么拼了？师傅，你在说什么呢？我说我要跟那条蟒妖拼了！师傅，你不要命了？那可是玄刚境的大妖，你才断骨境，沈大人和那么多净业使都拦不住他，怎么也轮不到你去送死啊！现在不去，3个时辰后也是死。师傅，你到底在说什么？让开！师傅，你回来！寿元可以购买功法，3个时辰寿元的功法有卖吗？不灭金身300年寿元，九阳镇尸刀500年寿元，咫尺天涯100年。直接说最便宜的。大日如来斩妖刀入门篇，售价1个时辰寿元，买。扣除1个时辰寿元。大日如来斩妖刀入门篇购买成功，宿主当前剩余寿元2个时辰。购买功法只能让宿主直接掌握刀法，不会提升境界。宿主目前还是断骨境前期，以宿主现在的身体，只能完整施展1次大日如来斩妖刀。1次够了。灵鸾破甲斩，7寸灵甲已经破了，妖丹就在伤口后面。父皇，危险！您还是先退回万象神宫吧。登基大典，朕若是被一条长虫逼退，大周国威何在？那是师傅，一个业族，他想利用我破开的伤口斩杀蟒妖，他这是在送死。一个业族也敢踏蟒而行？大日如来斩妖刀，给老子破！怎么会？你的寿元杀我一妖又如何？十殿阎罗降世之日，就是大周王朝覆灭之时。师傅，这蟒妖真是你杀的？帅不帅？是，师傅帅死了！断骨境业族斩了玄刚境大妖，若没有他最后一刀，蟒妖已经冲上地台了。敢拿命赌，还能抓住唯一的机会，这个业族不简单。恭喜宿主亲手斩杀玄刚宗系赤灵蟒妖，成功夺取蟒妖剩余寿元12年。12年，这条命暂时保住了。修为不高，胆子倒是比天还大，如此神勇，可惜没看清他模样。净业寺数10名高手未能完成的一刀，最后竟被一个小小业族斩了下去。上官婉儿，找到他，朕要当面嘉奖他。臣领旨，找到以后也让儿姐见见。
静夜寺的回春丹，疗伤用的，毒不死你。师傅倒是不怕昭昭担心，提着一把刀就冲上去了，拦都拦不住。系统，那条蟒妖临死前说的十殿阎罗是什么意思？十殿阎罗是甄嬛年间圣法时代来临的初期，被封入10座古殿的10尊上古妖王，他们每一尊都统领大量妖魔，拥有至少1000年以上寿元。刚才那条蟒妖只是第一殿派入神都的一名妖将，每一尊都有1000年以上寿元。走，去哪儿？出去斩妖。不是，师傅，你就不能休息一会儿？你怎么像变了个人似的？师傅平日可是惜命的很，巡街嫌累，搜山怕蛇，遇到妖案恨不得躲在最后面。今天怎么主动嚷嚷着要出去斩妖了？身为静夜寺的夜族，10军之路，忠君之事，自当斩尽妖魔，护佑百姓。真能装！宿主明明是看上了妖物的寿元，寿元只是顺便。师傅能这么想，那以后徒儿可就轻松多了。沈少卿让徒儿跟您学3个月，可您以前懒得要死，巡街让我跑腿，封锁现场让我搬东西，脏活累活全扔给我。以后那些危险的活可就由师傅冲在前面了。行了，带路吧。去哪儿？最近的妖案在哪儿？上午传来急报，有一头虎妖冲进坊市，已经伤了10几人。按照妖气判断，那虎妖至少拥有300年寿余寿元。300年！快快快，去晚了百姓可就危险了。师傅，您伤还没好呢，等等我。10殿阎罗苏醒，大周妖劫正式降临。虎爷，有话好说，别要脸，我还没娶妻呢。让他们把本王的东西交出来，否则本王撕了他！交，一定交！虎爷，您先说是什么东西？金银、宅子、女人，我都能想办法。让一让，静夜寺办案。白额虎妖闯入南市，伤了郑家10几名护卫，此刻又劫持一名纨绔，与静夜寺当街对峙。难道这个纨绔是郑玉，上官婉儿的表弟？仗着上官婉儿受女帝宠幸，平日没少在神都惹事。你们静夜寺的，快救我啊！我是上官婉儿的表弟，我死了，你们全得遭殃。这嘴确实挺欠的。听说被劫的是女相上官婉儿的表弟，前脚万象神宫出了蟒妖，后脚神都又来虎妖，武后改唐为周，妖物就接连祸乱神都，莫不是老天爷降下的警示？小点声，让官府的人听见，可要掉脑袋的！大胆刁民，竟敢非议圣神皇帝，跟我回静夜寺受审！大人饶命，小老儿只是害怕天罚，绝不是有心的。放着眼前的妖物不抓，你抓一个手无寸铁的小老百姓，是何道理？我乃静夜寺铜牌静夜使，这刁民妖言惑众，本使如何抓不得？静夜寺是来斩妖的，又不是来吓唬百姓的。哪里来的小丫头片子？这里轮得到你说话吗？静夜寺奉旨监察妖患，斩杀妖魔，查办谋逆，那是御史台和刑部的职责。人质还在虎口里，妖物还在你面前，你不救人，不斩妖，却越权抓百姓。郑玉真死了，你准备怎么向上官丞相交代？你是什么人？竟胆敢阻挠静夜寺办案！巧了，我也是静夜寺的人，夜族裴13。一个最下等的夜族，本使还以为是哪位少卿来了呢，连正式的静夜使都算不上，也敢教王烈王大人做事？滚到后面去！这里的妖案还轮不到你来查。什么？还有妖！不止一头虎妖，还有一头血狼妖，围住他！别乱，他只是开脉镜。宿主小心，这是一头开脉镜后期的血狼妖，根据他的妖气判断，至少还剩100年寿元。师傅，这么多正式静夜使都死了，咱们师徒一个夜族，一个见习夜族，好像有点打不过，要不咱们也跑吧？跑什么跑？退后！我要开始装逼了。他们都在逃，你看起来却一点儿也不怕我。你看起来挺长寿的。大日如来斩妖刀！
不可能！你明明只有断骨境的修为。抱歉，我有挂。一刀就斩了开脉境的血狼妖。大日如来斩妖刀只是系统里最便宜的功法，入门便有这种威力，也不知道那些更贵的功法会有多强。恭喜宿主亲手斩杀开脉境后期血狼妖，成功夺取他剩余的126年寿元，加上宿主原本拥有的12年零2个时辰，宿主当前总寿元138年。把大日如来斩妖刀提升到小成。大日如来斩妖刀小成需要消耗30年寿元，但宿主目前修为不足，无法购买。寿元明明够了，为什么不能买？因为宿主目前只有断骨境，想要大日如来斩妖刀小成，至少需要达到开脉境。宿主境界太低，强行吸收高层功法，经脉会直接炸开。这个解释倒也合理。那把我现在可以买的入门功法全说一遍。护体功入门，售价80年寿元；踏月追风步入门，售价90年寿元；破望金瞳入门，售价120年寿元。买最贵的这个。宿主确认购买破望金瞳入门篇，扣除120年寿元，购买成功。宿主当前剩余寿元18年。师傅，狼妖死了，可虎妖还劫持着人质，怎么办？等会儿，我想想。宿主，这头虎妖至少还有300年寿元。虎妖没有趁乱逃跑，也没有伤害人质，这桩妖案有点蹊跷。站住！再往前一步，本王立刻撕碎他！别过来，我跟你又不熟，别拿本公子的命赌啊！你抓得住他吗？什么？宿主小心，这是一头玄刚境前期的白额虎妖，这道妖印属于十殿炎龙第一殿，和刚才的血狼妖一样。原来是一伙的。干坏第一殿的大事，本王要你死！就这点本事，妖丹在这儿。大日如来斩妖刀！不可能！你明明只是断骨境。境界低，不代表刀不坏。恭喜宿主，亲手击杀玄刚境前期白顶虎妖，成功夺取他剩余的360年寿元，加上宿主原本剩余的18年零2个时辰，宿主当前总寿元378年零2个时辰。师傅好厉害！师傅平日里都是躲在队伍最后面，今天怎么连斩3头大妖？为师以前只是低调而已。真能装！虎妖为什么要挟持你？他究竟想要什么东西？我真不知道。郑家金银书画经卷堆了好几座库房，我先前只听他说了一句什么经卷，我哪里知道是什么经卷？等等，经卷，他要的该不会是大云经的天寿金卷吧？大云经，天寿金卷，那是什么？陛下登基之前，洛阳高僧进献大云经书，经中称女主当世，承天受命，乃弥勒降世。今夜，陛下会亲自登上万象神宫，主持大周开国后的第一场大云法会，百官僧众和万国使臣都会到场。那卷用金粉书写的大云经，便是法会供奉的主经，所以才叫天寿金卷。金卷为何会在郑家？正是工坊奉旨打造盛放金卷的紫檀金匣，天寿金卷今日清晨送到政府，日落之后，我表姐上官婉儿便会亲自将它护送进万象神宫。原来如此，
今夜的大云法会，会由高僧诵念天授经卷上的大云经。届时，参加法会的修士可以听取经文，以此参悟道法。天赋出众者，甚至能当场突破境界。而十殿阎罗第一殿的目的，就是夺走天授经卷，让大云法会无法举行。白天破坏登基大典，接着又要扰乱大云法会，看来那万千妖魔很惧怕武则天执掌大周啊。今夜戌时，陛下将在万象神宫主持大云法会，朝中百官、各国使臣以及神都各师高手都会到场。24名净业使分守万象神宫8门，每门3人；12名净业使负责巡查宫墙与屋顶，不得留下任何死角；12名业卒负责封锁外围街道，检查进入大典区域的马车、货物与随行人员。没有净业寺与宫中共同签发的令牌，任何人不得靠近万象神宫。此次大云法会，陛下特意从感业寺请来了慧真神尼，他将在法会之上诵念大云经。不是高僧吗？怎么又变成神尼了？裴13在。你嘀咕什么呢？属下只是觉得奇怪，如此重要的法会，按理说不该请各寺高僧主持吗？陛下昔年曾在感业寺修行，与感业寺渊源极深。今夜又是大周立国的第1场大云法会，法会内坛设在万象神宫，距离陛下御座极近。由感业寺神尼进入内坛领诵，既合恭敬礼制，也能彰显大云经中女主临朝、承天圣命之意。其余寺院的男僧并非不参加，他们会在各自的寺庙共同诵经。原来如此。今夜法会关系重大，任何妖物、任何可疑之人，只要试图接近天授经卷，立即拿下；若敢反抗，格杀勿论。各队按照方才的部署，立即准备，半个时辰后出发。裴13，你跟我来。少卿大人单独找你做什么？大概是看我长得帅，准备给我升官了。咦，师傅好自恋。裴13，你身上的伤好点没？少卿大人问我什么？本大人问你身上的伤好点没？还疼不疼？哦，已经好了。确定好了？好了，活蹦乱跳的。那就好。本大人听说南市有妖情，具体怎么回事？一头开脉境后期的血狼妖，一头玄风境前期的白额虎妖，都被我斩了。2头都是你斩的？顺便还救下了正玉公子。还行，可平日里却没见你有这般本事。以前遇见妖物，你不是躲在那些净业石后面，就是佯装疏散百姓，实际是畏敌不前。沈大人误会了，我以前那是把立功的机会让给同僚，现在又多了一个徒弟，自然也得给徒弟昭昭留些表现的机会。你倒是挺疼陆昭昭的，我今日好像还不小心看见你被芒尾击中是为了救他。算是吧，不过救他的时候我还没穿过来呢。什么没穿过来？蟒毒还没有清干净吧？胡言乱语的。毒早就清了，昭昭给我吃了一枚回春丹。张口昭昭，闭口昭昭，你喜欢陆昭昭？没有。没有便好。净业寺的同僚经常共同办案，生死相托，最容易把同袍之情错当成男女之意。尤其你们还是师徒搭档，又正值青春，生死关头顾念私情，只会害了彼此。属下明白。私下里不必总是沈大人沈大人的叫我，也可以叫人家，不对，叫我青鸾。哦，青鸾姐。没有姐。哦。只是哦。知道了，青鸾。说正事，今日有一业族在万象神宫斩杀赤灵蟒妖，我查到是你之后，就禀明了上官丞相。陛下对你很是赏识，还特意命上官丞相来亲自召见你。哦。你不激动？激动。记忆里，沈青鸾可是从来没有给过我什么好脸色。
巡街迟到，罚俸3日。身为夜族，遇妖只知后退，你对得起妖间的敬业刀吗？以前对我不是训斥，就是罚俸。今日我得了女帝赏识，突然又是关心伤势，又是让我私下叫她青鸾的，这态度转变也太现实了。进去吧，上官丞相就在里面。说话注意分寸，别像在我面前一样胡言乱语。谢沈大人提醒。叫青鸾。谢青鸾提醒。静夜寺夜族裴13见过上官大人。裴大人不必多礼。女相竟称呼我为裴大人，上官大人折杀小的了，墨族担不起大人二字。现在担不起，见过陛下之后就未必了。婉儿奉陛下口谕，请裴大人立即入宫面圣。穿越第1晚就要受宠了，墨族领旨。此外，婉儿还要替正玉向裴大人道谢。今日若不是裴大人斩杀2头妖魔，我那不争气的表弟恐怕已经死在南市了。职责所在，上官大人不必客气。裴大人，请随我来。裴大人，这位是太平公主殿下。墨族裴13见过公主殿下。想不到斩杀蟒妖、立下护驾大功的神勇无双裴大人，竟这般年轻，还这般英俊。殿下，大人，不是召墨族入宫面圣吗？殿下，大人，不是召墨族入宫面圣吗？这是裴大人，难道想带着一身的邪气去见圣神皇帝？裴大人不必拘谨，这是御前的净身礼。这些事让宫女来做便是。上官大人与公主殿下何故也在？裴大人是陛下钦点召见，必须由一名皇室宗亲与一名内廷女官亲自监督。所以今日由本宫与婉儿亲自伺候裴大人沐浴。公主和女相亲自伺候我沐浴，这待遇好的有点不正常。但他们如果真的想害我，根本不用这么麻烦。墨族自己可以洗的。裴大人看不见后背，您坐好。昨日的伤，今日就好了大半。实录是有人给我吃了一枚回春丹，不能轻易把身边人的名字告诉他们。是哪位姑娘对裴大人如此伤心？不是姑娘，是同僚。好了，请裴大人更衣。堂堂公主和女相亲自替我沐浴更衣，放在前世做梦都不敢这么想啊！这又是做什么？当然是把裴大人裹起来了。陛下寝宫路线不得让外臣知晓，这是规矩。我该不是要被宠幸了吧？那就……陛下准许之前，不得摘下眼纱。明白。差点没闷死。陛下，墨族裴13奉旨觐见。将眼纱摘了吧。静夜寺夜族裴13参见陛下。你昨日斩杀赤鳞蟒妖，护驾有功，赏黄金100两，回春丹10颗，御赐血纹护法袍1件。黄金100两足够在神都买下一座宅院，10枚回春丹也能在危急之时保命。这一下就逆袭巅峰了。臣谢陛下隆恩。裴13，你身处静夜寺基层，与百姓接触较多，你可曾听闻百姓是如何看待朕改唐为周、登基称帝的？这个问题回答不好要掉脑袋。可他如果只是想听奉承的话，就没必要询问一个夜族。回陛下，百姓之中确实有不少人不认可大中，有人认为李唐才是正统，女子不该称帝，也有人将近日神都妖晃频发归咎于陛下改朝换代，认为这是上天示警。但百姓真正关心的不是谁坐在龙椅上，他们关心的是能不能吃饱，遇到妖魔时人身安全有没有保障。只要陛下能让天下安定，让百姓过得比从前更好，他们自然会认可大众。你倒是第一个敢在朕面前说实话的人。满朝文武每日都溜须拍马说万民归心，可朕又何尝不知，朝堂之外仍有人骂朕否极司臣，篡夺李唐江山。但朕既然坐上了这个位置，便要做得比历代先帝更好。朕要让百姓吃饱穿暖，让寒门终有出头之日，让妖魔不再猖獗，
只是满朝文武大半礼堂旧族，他们嘴上称臣，心中却未必效忠。陛下身边已有上官大人与太平公主，他二人还不足以替陛下分忧吗？婉儿与太平离朕太近，他们只能替朕处理朝中之事。可朕的手伸不到朝堂之外所有地方，有些事朕明面上做不得，有些人朕明面上杀不得。他不是想让我升官，他想让我替他排除异己。此乃无字金令，见此金令如朕亲临，可以自由调动地方官府边关守将与敬业寺人手，上至皇亲国戚，下至王公大臣，凡勾结妖魔、残害百姓、危害大周者，你皆可查，皆可斩。上斩皇亲国戚，下斩王公大臣。这块令牌一旦暴露，想杀我的人恐怕能从神都排到长安。但有了它，我就能接触更高级别的妖案，斩杀更强的妖魔，获得更多的寿元。陛下要臣办什么？平日里，你仍是敬业寺的一名普通业族，不到万不得已，不可亮出金令，更不可泄露你在替朕办事。臣明白，臣只做该做之事，杀该杀之人。很好，今夜大云法会由慧真神尼送年天授金卷，朕要你担任护法，贴身保护慧真神尼。不知慧真神尼现在何处？你先出去，稍后神尼自会见你。臣告退。1天之前，我还只剩3个时辰寿命，现在不仅有300多年寿元，还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权力。慧真见过裴大人。见过神尼，陛下呢？圣神皇帝的行止，不是臣下可以随意打听的。抱歉。走吧，裴大人。他的声音怎么有点耳熟？参见过慧真神尼，见过裴大人。公主和女相竟然都要向慧真神尼行礼，看来这位神尼深得女皇宠信。圣神皇帝有旨，陛下身体略有不适，今夜不再亲临法坛，特命太平公主代替陛下主持大云法会，上官婉儿协理内外礼仪，裴13担任御前护法，贴身护卫慧真神尼与天授金卷。儿臣领旨，臣领旨，臣领旨。法会即将开始，走吧。恭迎慧真神尼登坛开法。启禀神尼，天授金卷已请出，卷卡9重封印皆在，请神尼开坛诵经。退下吧。是。裴大人，你也坐下。神尼，陛下命墨族贴身护卫神尼，墨族岂敢坐下？陛下既然命你做本座的贴身护法，今夜法会你就当听命于本座。你的修为尚在断骨境，正适合聆听天授经文，感悟天地道法。墨族遵命。女帝命我给慧真神尼护法，竟阴差阳错送了我一场普天之下最大的机缘。法坛之下的人距离经文少则100丈，多则数里，而我距离天授金卷仅仅咫尺之遥。今夜或许真能突破开脉境。宿主一旦突破开脉境，便可引天地灵气入体，打通周身灵脉。届时，系统将为宿主解锁更高阶的功法商城，刀法、身法、护体神功应有尽有。只要寿元到位，宿主横着走都不是问题。女帝给金令，神尼送机缘，系统还解锁新功夫，这趟护法不亏。法塔上那名白衣护法，身形怎么与师父如此相像？陛下首日召见裴13，便让他做了慧真神尼的贴身护法，这小子当真是一步登天了。沈少卿刚刚说什么？那位护法真是师父？小声点儿，有必要激动成这样吗？师父一下就出息了。裴13能得圣神皇帝赏识青睐，本大人至少也占一半的功劳。若非本大人斩破赤灵蟒的护体鳞甲，他能一刀击碎妖丹？只是本大人向来淡泊名利，
不许邀功罢了。那是，沈大人神勇，明明就是师傅更厉害。看见法坛上那个白衣护法了吗？他原本只是我麾下的一名小夜族，是本少卿亲自提拔出来的。沈少卿果然慧眼识珠，能教出神尼的贴身护法。沈少卿当真是名师出高徒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啊！这小子还行，没给本大人丢脸。吉时已至，大云法会正式开始。裴大人，天圣经文直指道心，稍后屏息凝神，切莫分心。多谢神尼赐教。还站着做什么？少卿大人，我还要维持法会秩序呢。你一个电古境，真有妖物闯进来，你维持得住吗？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，坐下听经，本少卿替你盯着。少卿大人对我真好。少拍马屁，本大人再好，也没你师傅对你好。千年少，别计较，即将大片荒唐。告别平凡，寻觅逍遥，不招摇，必成笑，奈何人心难料。天授金卷果然名不虚传，短短一炷香，我竟从断骨境直接步入了开麦境。有人突破了，是法坛上的白衣护法，他方才分明只有断骨境。什么？断骨境就能当上神尼的护法？莫不是走了什么门路？走门路的人能在一炷香内突破开麦境？神奴看中的恐怕正是他出众的天赋。好你个裴十三，平日里在静夜寺装傻充愣，跑到法坛上扮猪吃虎，短短一炷香就突破了，哼，真是讨厌。沈少卿，他们是不是在师傅突破了？谁让你站起来的？如此机缘摆在眼前，你还有心思看热闹？可是这经文我一句也听不懂，还怎么感悟嘛？没让你逐字逐句的听，放空心神，感受天地灵气，冥想总会吧？会。师傅简直帅爆了，他是不是喜欢我才故意在我面前表现？恭喜宿主突破开麦境，玄阶功法商城正式开启。玄阶上品刀法天罡伏魔刀第一式破云，开麦引雷，一刀破空，斩妖收益更高。今日法会特惠，只需80年寿元，买不了吃亏，买不了上当。正好缺一门真正能够驾驭开麦境灵力的刀法，买了。购买成功。以脉为引，以身为鞘，以心御刀。不云，这一路过空，孤难有险，终谁人懂？只求有朝再相逢，修炼成世。好强的刀意！他不是刚刚才突破开麦境吗？刚入开麦便能引动天象，这不是普通的开麦境刀法。裴十三这小子到底还藏了多少本事？真是越来越讨人厌了。80年寿元，直接灌顶至融会贯通，童叟无欺，绝不让宿主多练一天。只要长刀出鞘，我便能将12条灵脉的力量汇聚成一线。这一刀足以斩杀远胜于我的妖物。不对，神尼诵念的这经文有问题。宿主，快捂住耳朵！神尼诵念的后半段根本不是大云经，是能够逆乱灵脉、引妖入城的万妖引魔咒。天授金卷被妖魔调包了，
再让神尼念下去，所有人都会走火入魔。我的灵脉在倒流！杀！右袭！右袭！右袭！少卿大人，怎么办？你怎么又站起来了？可是妖都打进来了。你一个断骨境，还轮不到你急，给我躲好！静夜寺，随本少卿斩妖！杀！师傅，宿主无解耳朵，不能松手，继续听下去，你也会走火入魔。神尼，醒醒，停下！神尼，静文有问题，快停下！看来只能出此下策了。天啊！也好，至少大周可能后继有人了。不是可能，是必须。大周必须后继有人了。你看他脸都红了。刚刚发生了什么？我怎么跑到法坛下面来了？裴大人，你这是做什么？抱歉，神尼方才受邪经控制，墨族双手又必须捂住耳朵，只能以此打断神尼诵念邪经。事急从权，本座不怪你。邪经破了，那就直接取你性命！神尼小心！区开脉经，也敢挡我？够不够资格？吃我一刀再说。区人类也敢螳臂当刀！天道招常，岂容尔等放肆！嚯！斩杀500年道行金翅大鹏妖，掠夺圣域寿元500年。他一刀斩了金翅大鹏妖，可他刚刚才突破开脉境，难怪神尼会让他贴身护法。神宫外面那么多妖物，可惜我奉命贴身护卫神尼，不能擅自离开法坛，不然今晚少说也能曾再赚个188年寿元。天寿经卷由臣亲自护送入宫，如今经卷被调包，是臣失察，请神尼降罪。天寿经卷外有9重封印，内有镇国法阵，如此重宝，竟能在你眼皮子底下被调包。若非裴大人识破邪经，强行终止诵念，又斩杀大鹏妖护住法坛，今日站在这里的，便不是满朝文武，而是一群走火入魔的妖物。珍妮息怒，卷匣封印并未损坏，里面经卷却有误，此案蹊跷。哼，上官婉儿，本座限你3日之内找回真正的天寿经卷，查出调包之人，否则提头来见。臣领命，还跪着作甚？快去！臣还有一事相求。此前郑家遭受虎妖袭击，郑玉受虎妖挟持，虎妖的动机就是天寿经卷，虎妖是裴大人斩的。裴大人对此案了解最清，臣想向神尼借裴大人，与臣一同查办此案。不借。臣明白，臣告退。启禀神尼、太平公主，神宫外围妖潮已经击退，残余妖物正在追剿。此次妖物突然大规模现身神都，静夜寺未能提前察觉，臣失察，
请降罪。一卷假金混入万象神宫，数千妖物潜入神都腹地，妖物冲到万象神宫门口了，你们才知道拔刀。太平，大云法会由你统筹。满朝文武险些尽数入魔，你有何话说？太平无话可说，请神尼降罪。朝廷养你们究竟有何用？你们所有人加在一起，竟还不如裴13一个夜族。这慧真神尼的地位可太不一般了，上官女相、太平公主、静夜寺少卿被她训得连头都不敢抬。一个受女帝宠信的出家人，竟有如此大的实权，他究竟是什么来头？都给我滚！是。大云法会筹备数月，不料最后竟成了这副模样。法会虽毁，但好在陛下无恙，神尼平安。福兮祸所伏，祸兮福所因。今日之事也未尝全是坏的。裴大人倒是会宽慰人。时辰不早了，今夜辛苦你了。本座想一个人静一静，你先下去吧。莫族告退。这裴13真是胆大包天，竟敢亵渎本座。师傅，你今晚也太威风了。威风什么？好好的一场法会，最后闹得一团糟。又不是师傅的错，他们都中了邪精，却只有师傅最先察觉。师傅救了神尼，又救了满朝文武，最后还一刀斩了玄刚境的金翅大鹏妖。若没有师傅，今日毁掉的就不只是一场法会了，恐怕连整座万象神宫都没了。干啥不行，拍马第一名。走，我请师傅吃饭，庆祝师傅升官，也庆祝师傅突破境界。走，我请师傅吃饭，庆祝师傅升官，也庆祝师傅突破境界。这个护法只是个临时差事，过了今晚，我还是静夜寺原来的小夜族。师傅本来就是夜族啊，师傅当了一晚上的护法，也是人前显贵了一回。昭昭替师傅高兴，师傅继续当夜族，昭昭不会嫌弃师傅的。你不是要请客吗？身上带钱了？师傅先垫着，等发了月宫，我一定还你。师傅，这家烤羊肉太好吃了。你就不能让师傅我吃一口？徒弟正在长身体，师傅要让着徒弟。喂猪也不是这么吃的呀。今日说好是昭昭请师傅吃饭，师傅尽管吃，千万别跟昭昭客气。师傅快吃，快！你看看桌子上还有东西吗？师傅给……还不吃你吃过的？二位，一共320文。师傅，不是你请客吗？来之前说过的，师傅先垫着，等下个月发了月俸，昭昭一定还你。光吃不长，赔钱货。明明长大好多了。这丫头请我吃饭，她负责吃饭，我负责付钱。师傅，明天见。别忘了，320文。发了月钱一定还。快，这玩意儿快撑不住了！闭嘴，手脚麻利点。动作快些！上官婉儿正在连夜追查天炬金殿调包案，周大人命我们在天亮之前把府中的妖物与账册全部转进城西司狱。上官婉儿会不会已经怀疑周府了？周大人负责尚书省验封，天石金卷正是在他手中停留了一炷香。只要查到这一层，上官婉儿迟早会上门。那真正的天石金卷呢？不该问的别问。周大人只负责让贾晶进入卷匣，替第一殿藏妖。真正的金卷被谁带走，不能让任何人知道。他们说的周大人是左丞相周兴。谁在那里？静夜寺办案，识相的赶紧让开。是你？你认识这丫头？她就是裴13的徒弟，就是他师父裴13连战我们第一殿蟒狼虎鹏4名妖将，抓回去，留着他，说不定能拿他要挟，弄死裴13。
天罡伏魔刀破云，擅长将力量集中于一点，单挑妖物几乎能做到一击必杀。但要是遇上几十上百头妖魔，就需要一个 AOE 技能。宿主需要群攻刀法，天罡伏魔刀第2式震御，完美符合要求。一刀落地，雷霆成玉，可以大范围镇压妖气，同时攻击阵中所有妖魔。售价200年寿元。200年不便宜，但遇上妖群时有没有群攻刀法，完全是两回事。买了，有备无患。扣除200年寿元，天罡伏魔刀第2式震御，购买成功。宿主当前寿元598年02个时辰。一大清早关着门，把床榻震得这么响，你一个人在房里练什么冲天炮呢？沈大人想试试属下的冲天炮？才不，本大人只是关心一下你的身体。谢沈少卿引路，我有要事与裴大人商议，你先下去吧。是，这小子真是平步青云。上官婉儿昨夜找他，今日竟又亲自登门，白日里还一个人在房里练冲天炮。改天本大人找你玩玩，看你还嘴硬。怎么突然有种被人盯上的感觉？裴大人，方便请婉儿进去喝杯茶吗？出处有些乱，上官大人见笑了。是婉儿来的唐突，裴大人不必拘谨。上官大人想必是为了天寿经卷一案而来吧？但昨夜慧真神尼可是说过，我是他的护法，不借给丞相大人查案的。神尼说不借，却没说婉儿不能亲自来求裴大人。上官大人这样瞒着神尼登门，就不怕神尼知道了降罪你我？裴大人不说，神尼又怎会知道婉儿来求裴大人助我查案？他明知违背了神尼的意思，却敢把他的这个把柄送到我手里，我到底有什么特别的，能让他这么相信我？那可未必。丞相大人位居高位，更该知道官场险恶。今日你违背神女来求我查案，明日我向神尼告发你，也不是没有可能。难道是我看错他了？神尼只给了婉儿3日时间，3日之内，婉儿若找不回天寿经卷，便要提头去见他。眼下能帮婉儿的人只有裴大人，裴大人出手，婉儿便欠你一条命。今后婉儿任凭裴大人摆布。堂堂大周女相，任凭我摆布？他把话说到这个份上，看来确实没有自救的办法了。我帮忙调查天寿金卷一案，既能拿到女相的人情，还能顺着线索斩杀妖魔，夺取寿元，这波不亏。上官大人，说说查到什么了吧？婉儿昨夜发现甲经上的文字是用血墨写成的，这种墨以死囚之血混合寒玉石粉炼制，普通磨坊根本做不出来。天寿经卷装入卷匣前，曾送进尚书省进行验封，当日负责验封的人正是尚书左丞周兴。这只能证明周兴有机会参与调报，还不能证明真经就在周府，或许早就被转移了。不错，所以婉儿昨夜又派人暗查了周府。这是照妖镜，此镜对准周府之后，镜面一片漆黑。有人布下了隐藏妖气的阵法。藏妖阵，昨夜进入周府探查的2名密探也至今未回。堂堂左丞竟然在神都豢养妖物，周兴很可能与十殿阎罗第一殿有关。大人也知道十殿阎罗。净业寺密档记载，十殿阎罗是封印着10尊上古妖王的10座妖殿，第一殿中封印的玉王最擅长驱使御妖与行煞。近日出现的妖魔身上都有第一殿的妖印，这说明玉王的封印已经松动，他甚至可能已经分出一缕妖魂，附在某个人身上，借那个人的身份在神都活动。那人是周兴？尚不确定，但目前的线索指向周府。走吧。不需要先调集净业使包围周府。藏妖阵能把整座府邸的妖气完全封住，里面的妖物绝不会少。普通净业使去了，只会增加伤亡。不用，我一个人就够了。奇怪，怎么一整天没见陆昭昭？平日里这个时候，他早该跑来催我巡街了。
昨晚吃了那么多，不会吃坏肚子了吧？上书左丞府邸，闲杂人等不得靠近。上官雨儿奉旨调查天寿金卷一案，让开。这些人果然全是妖，这里根本不是什么官员府邸，所披着人皮的妖窟。被看穿了，动手！他明知我是女相，修为必定不比他低，遇到危险时，第一反应竟还是挡在我面前。丞相大人退后。有劳裴大人。敬业寺查案，妖魔出来受死。你以为周兴只是豢养妖魔，却不成想，整座州府全是妖物。宿主，好多寿元！刚买的 AOE 技能，正好拿你们试刀。天罡伏魔刀，震狱！退下。斩杀狼妖，斩杀纸皮妖，斩杀玉犬妖，连续斩杀23头妖魔，共夺取寿元467年。裴13，本官乃尚书左丞，你一个小小夜族，竟敢持刀闯入本官府邸，你这是谋逆！周兴身上没有玉王妖魂，是个凡人，他果然只是替第一殿办事的傀儡。上官大人，此人擅闯朝廷重臣府邸，滥杀家奴，还不速速将他拿下！滥杀家奴，周大人的家奴长得倒是颇为别致。裴13，放下刀，否则本将当着你的面撕了他！这是哪里？你们最好干脆放开我！我师父可是神尼的护法，蟒妖、虎妖、狼妖和金翅大鹏妖全都死在我师父的刀下。等我师父赶到，你们一个都别想！陆昭昭，我在这儿呢，你是怎么被他们抓住的？师父救我！本来还想留1、2个活口，问出天寿金卷的下落，可你们打我徒弟，我徒弟欠了我320文钱，他死了，老子的钱谁来还？找死！师父，我还以为再也见不到你了。他们没把你怎么样吧？没有，昭昭还是清清白白的黄花闺女。昭昭只等师父。我只是问你有没有受伤。哦，没，昭昭没受伤。没事就好。裴大人果然还是更赞心自己的徒弟。麻烦丞相大人照顾他。裴大人放心。要发财了。不可能！第一殿赐给我的妖兵，怎么可能全部死在一个小小的夜族手中？说，天寿金卷在哪儿？我不知道，我按照那位大人的命令，替第一殿藏匿妖物，调包金卷的事只是顺手，带走真经的人我从未见过。我出身寒微，替朝廷得罪了无数礼堂旧族，一旦失势，他们第一个便会杀我。第一殿答应，只要我替他们做事，就能保我永居高位，还能赐我延寿之法。该死的东西！裴13，本官乃朝廷3品大员，尚书左丞，即便有罪，也应交由御史台刑部与陛下审理。你一个小小夜族，无权杀我。武则天把无字金令交给我，就是让我杀他明面上杀不得的人。你说的对，一个普通夜族确实无权杀你，可惜我不是普通夜族。小小夜族竟敢杀尚书左丞，斩杀人类不可获得寿元。这一刀本来就不是为了寿元。周兴是左丞相，即便是御史台，没有陛下旨意，也只敢先将其收押。裴13却当着我的面将他斩了，他究竟哪里来的底气？难道
陛下给了他先斩后奏的权利。我就在旁边，不用抓这么紧。师傅，昭昭害怕。周兴没有说谎，他只是替第一殿办事的傀儡，并不知道天寿经卷现在何处。这东西不像朝廷令牌，应该是第一殿用来向周兴传递命令的玉符。妖气还没有散，这枚玉符连接着州府中的某个地方。师傅，裴大人！师傅，二位能不能先起来？婉儿失礼了。上官大人看师傅的眼神怎么怪怪的？他也喜欢师傅。一个徒弟，一个女相，没死在妖物手里，却差点被2个女的压死。师傅，这里看起来像是一个私刑的形式。铜瓮里面全是抓痕，难道周兴把活人关进过这里？铜瓮下面还有烧过的木炭，周兴应该将犯人关进铜瓮，再从外面用炭火烘烤，逼迫他们认罪。怪不得周兴府上会有这么大的怨气，他就算没有投靠第一殿，也是个手段毒辣、罪大恶极的人。囚犯127人，转入城西私狱。师傅，你看，这块木牌上写着转入城西私狱。师傅，上官大人，昨夜抓我的2个黑衣人也说过，要在天亮之前把州府里的药物和账册转移到城西私狱。可神都城西根本没有设立牢房或者私狱，那里只有坊市、府宅，还有一条连接洛水的暗区。木牌上刻着转入城西私狱，州府的人也提到城西私狱，说明这个地方一定存在，只是被他们隐藏了。这幅壁画画的是洛水，黑龙在水中作乱，被净业寺镇压在一座水府里。这条黑龙额头刻着的，正是10殿炎龙第一殿的妖业。贞观23年，玉龙祸乱洛水，太宗皇帝命净业寺镇压玉龙，将其封入洛河水府，永世不得离开洛水。师傅，这里怎么会有40多年前镇压玉龙的石碑？周兴把私刑形式建在地底的这块石碑旁边，他很可能早就知道石碑和第一殿有关。这应该是一处用来隐藏物品的机关。这颗珠子里面好像有水在流动。珠子表面刻着龙纹，周兴将它藏在石碑里面，或许与经卷调包案有关。师傅，你看，石碑上的黑龙活过来了。裴大人，这个龙头是干嘛的？是那颗珠子触发了水牢的机关。裴大人，抱歉，是婉儿判断失误了。没事，上官大人也是为了寻找线索，不必自责。斩去！刀意被墙壁吸收了。这些墙壁的材质是镇水玄石，镇水玄石专门用来修建水牢，能够吸收灵力，根本破不开。师傅，水位还在不断往上涨，昭昭不会游水。找不到其他出口，所有人都会淹死在这里。有没有能在水中呼吸的功法？碧水金丹诀，修炼之后，宿主可以在体内凝聚碧水金丹，碧水金丹自己服用，可以于水中自由呼吸，也可以通过口舌将碧水金丹渡给其他人，售价120年寿元。买碧水金丹诀，购买成功。先救人。上官大人别动，我往你体内渡入碧水金丹。婉儿已经踏入玄罡境，目前还能闭气。裴大人先救昭昭姑娘吧。
陆昭昭，你成年了没有？师父，昭昭已经19周岁了，早就成年了。裴大人明明只是在往昭昭姑娘体内注入碧水金丹，可婉儿看见他们亲在一起，怎么感觉心里酸酸的？师父给昭昭吞了什么？碧水金丹。那师父自己怎么办？我修炼了碧水金丹诀，可以不断凝聚碧水金丹。师父还能为自己再凝聚一颗。师父修炼了这么多功法，师父好厉害！师父亲了昭昭。所有水流都在往地面汇聚，水槽下面一定还有通道。师父，这里真的有一道水闸，水闸后面还有水流。这条回道虽然不知道通向哪里，却是目前唯一的出路。回道可能很深，你们还能坚持吗？昭昭有师父给的碧水金丹，不怕。婉儿也可以。师父，这条水道好像根本没有尽头。继续向下，这里既然有人修建过水闸，就一定存在出口。婉儿快喘不上气了，再继续下潜，婉儿恐怕要溺死水中。裴大人，他们已经游出去这么远，也不知道能不能听见。师父，丞相大人没有跟上来。师父刚刚才亲了昭昭，现在又亲丞相大人。昭昭明明知道师父是在救丞相大人，可看见他们亲在一起，昭昭就是不开心。裴大人对婉儿做了什么？上官大人方才溺水昏迷，墨族只是将碧水金丹渡给了上官大人。婉儿还以为婉儿谢裴大人救命。丞相大人没事就好。昭昭姑娘吃醋了。走吧。洛河水府，水府里面全是铁笼，铁笼里还关着大量活人。这二人正是婉儿派来州府调查的密探。上官大人，这里是什么地方？属下被州府妖物押进来时，听见他们交谈时说过，这里就是周兴藏在城西的私域。昨夜抓我的2个黑衣人说的城西私域，原来藏在洛河河底。洛河水府连接着神都城西的暗渠，难怪从未察觉城西有一座私域。上官大人务必小心，这座水府中潜藏着一条巨大的妖龙。这条妖龙额头上的印记，也是第一殿妖印。它就是石碑上记载的玉龙。竟敢盗走本王的子母龙珠！原来这颗蓝色龙珠名叫子母龙珠。给本王死！裴大人，婉儿先护住被关押的百姓。我去帮上官大人打开牢门。天罡伏魔刀，震狱！水下是本王的地盘，一个人族如何还能施展雷法？因为水是导体，可以导电。水下不是你的地盘，是我的地盘。玉龙的妖丹藏在胸口龙鳞下面，先用破网金瞳打碎龙鳞，再用破云斩碎妖丹。你竟能射破本王的龙鳞！天罡伏魔刀，破云！真正的天兽金卷在哪里？金卷根本不在洛河水府，昨夜已经被万象神宫里的人带走了。宫里的什么人？你们慢慢查吧。斩杀玉龙，成功夺取寿元1200年。玉龙说，这颗珠子名叫子母龙珠，但这颗珠子似乎没什么用。龙珠上刻的是女儿国文字，子母龙珠配合子母河水服用，可令女子孕育难胎。意思是服下这颗龙珠，女子不需要与男子也能独自怀上孩子。还需要子母河水。远西之地有一女儿国，女子国有一条子母河，
女子喝下子母河水就能孕育女胎，但如果同时服下子母龙珠与子母河水，即可孕育男胎。裴大人可否将这颗子母龙珠送给婉儿？婉儿想将它呈与圣神皇帝。陛下已有太平公主可以继承大周正统，还要这子母龙国做什么？因为太平公主其实也是陛下喝了子母河水孕育的。太平公主没有父亲，这么说来，女帝还是一个黄花孤女。贞观19年，玄奘自西天灵山取经归来，除了佛经，还带回来一瓶女儿国的子母河水。陛下昔年饮下一杯，才怀上了太平公主。陛下为何不招纳南妃，共同生下皇子？因为皇子绝不能有父亲，皇子一旦有父亲，父亲背后就会有一整个家族。皇子若继承皇位，他们就会凭借皇子父族的身份进入朝堂争权夺利，甚至架匡新帝。陛下不是找不到可以生下皇子的男品，而是不能让未来的大周皇帝拥有一个能够干涉朝政的父亲，以及一个争权夺利的父族。所以陛下真正想要的是一个只继承他血脉，没有父族牵制的五周皇子。正是，单独服用子母河水只能孕育女胎，若再配合这颗子母龙珠，陛下可孕育一名拥有龙气的皇子。这个皇子没有父亲，也没有父族，只属于陛下与大周。所以，这颗子母龙居对于新建的大周而言，比任何宝物都重要。墨族明白了，那还请上官大人自行收好此珠吧，无需墨族统一。婉儿谢裴大人。上官大人，属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禀报。什么事？昨夜属下被押进水府时，看见一名蒙面人从玉龙手中接走了一只金色卷匣。那只卷匣很可能装着真正的天手金卷。可曾看清那名蒙面人的身份？没有看清他的脸，但属下看见他腰间挂着一枚内廷玉符，那是只有皇宫内廷之人才能持有的令牌。玉龙刚才说，真正的天寿金卷被宫里的人带走了，密探又看见那人佩戴内廷鱼符。这2条线索已经能够说明，宫里有人与第一殿勾结。也就是说，宫里出了内鬼。走，立即回宫。这个案子背后牵扯的势力真是越来越大了，也不知道最终的 BOSS 是个什么妖物，剩余多少寿元。沈清鸾，裴13在静夜寺待了多少年？回陛下，裴13自幼生活在静夜寺，已经有19年了。你觉得裴13是个什么样的人？陛下怎么突然关心起裴13了？裴13是个孤儿，19年前，一名姓裴的老业族在破庙将他捡回来。当日正好是腊月13，所以老业族为他取名裴13。裴13身上没有信物，也没有能够证明身份的东西，没人知道他的父母是谁，更没人知道他来自哪里。8岁那年，抚养他的老族死于妖物手中。8岁以后，裴13就再也没有亲人了。他没有父母，没有兄弟姐妹，也没有亲戚朋友。他从小在静夜寺里劈柴、挑水、清扫牢房，冬日没有炭火，只能裹着破衣服睡在柴房。一个8岁的孩子，独自活到今日，也不知吃了多少苦。陛下听见裴13的身世，竟然险些落泪。他以前便像近日这般神勇吗？这倒不是。裴13以前修为低微，又贪生怕死，发现妖情，他跑得比谁都快。有一次轮到他巡守妖物出没处，他为了逃避差事，竟然装死。沈大人，属下突然旧疾复发，恐怕活不过今晚了。属下突然又觉得还能再活几十年，倒是很惜命。陛下，裴13以前确实贪生怕死，还经常因为偷懒被臣罚俸，可他本性不坏。他自己经常吃不饱，却还经常把仅剩不多的食物分给流浪儿。只是从赤灵蟒妖袭击圣驾那一日起，他就像突然变了一个人。臣也不知道他近日为何突然如此神勇，或许是在生死之间，终于想通了一些事情。一个贪生怕死之人，却在朕遭遇妖物袭击时挺身而出，莫不是心里暗自倾慕朕，
有意思。启禀陛下，内线人上官婉儿求见。宣，臣先告退。上官大人，陛下今夜心情不错，谢沈大人提醒。朕让你查天授经卷，你不去查案，回来做什么？臣正是为了经卷一案而来。臣已经查明，尚书左丞周兴参与了天授经卷调包。周兴还在洛河水府中私设了一座关押百姓与妖物的城西私狱，但真正的天意经卷，昨夜已经被万象神宫中的人带走。宫里的人？臣的密探亲眼看见，带走经卷之人腰间佩戴着内廷鱼符。万象神宫中，很可能有人与第一殿勾结。臣还从洛河水府中得到了一颗子母龙珠，将子母雄珠与女儿国子母河水一同服下，女子即可无需婚配，孕育男胎。臣特意将此珠呈给陛下。这颗珠子，朕或许不需要了。陛下不想要一名属于武昭的皇子了吗？皇子自然要有，只是朕近日想换一种办法。什么办法？那一名男妃。陛下若与男品孕育皇子，那名男品的家族便会成为皇子的父族。将来皇子的父族进入朝堂，便会成为庞大的外戚势力。可若是朕想要纳的那个男妃没有父族呢？他是一个孤儿，自幼无父无母，没有兄弟姐妹和任何亲眷。他若与朕生下皇子，自然不会有人借父族的身份干涉朝政。臣斗胆，陛下可是有了心仪之人？心仪谈不上，只是不反感。陛下想要纳入宫中的男妃，可是裴大人？正是裴13。陛下，裴大人勇勇过人，重情重义，确实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只是裴大人出身低微，只是区区业族，朝中百官恐怕不会接受。英雄不问出处，朕心仪的是裴13，不是他的祖宗。他的出身越低，背景就越干净。他没有宗族，没有门阀，也没有能够借他争权夺利的亲眷。对朕而言，出身低微不是缺点，反而是最大的优点。可裴大人性情跳脱，有时不守礼法，臣只怕他难以适应宫中的规矩。那朕就不让他守那些规矩，让他为所欲为。可是裴大人他……住口！上官婉儿，裴13勇武，你说他出身低微，朕不在乎他的出身，你又说他不守规矩，你为何处处反对朕纳裴13为妃？莫不是你也对裴13动了心思？陛下明鉴，臣对裴大人绝无非分之想。起来吧，年轻男女血气方刚，裴13与你互相产生好感，没什么稀奇。裴13想在外面怎么玩，与多少女子来往，朕都不在乎。只是你们这些女人，别都挺着一个大肚子来见朕，惹朕心烦便是。臣真的没有。行了，不必再解释。经卷一案，朕给你宽限至7日，7日之内找回天授经卷。陛下，你把子母龙珠呈给朕，难道不是想让朕消气，多宽限你几日？臣谢陛下隆恩，臣告退。朕青鸾与上官婉儿都只看见裴13查案斩妖时的样子，朕要知道的是他没有人在身边时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从今日起，朕即是小尼姑妙音，朕要住进净业寺，亲眼看看裴13每天在做什么，接触什么人。朕的第一个男妃，自然要由朕亲自把关。宿主当前寿元共计2145年02个时辰。斩杀玉龙以后，寿元终于富裕起来了。只要别乱花，至少很长一段时间不用担心突然暴毙。推荐宿主购买大日开麦经第2重，售价300年寿元，可以帮助宿主提升灵脉强度。300年寿元不少，但修为太低，
每次遇到玄刚境妖魔都太惊险了，该花还得花。来了，扣除300年寿元，大日开麦境第2重购买成功。恭喜宿主修为提升，宿主已经达到开麦境前期巅峰。再进一步就是开麦境中期，还是卡在瓶颈了。可惜天寿经卷还没找回来，若是能完整听完大云经，说不定就能直接突破开麦境中期。宿主不一定非要听大云经，其他经文同样可以帮助宿主感悟道法，冲破瓶颈。可我又不认识什么和尚或者尼姑，总不能去庙里抓一个回来给我念经吧？宿主可以找慧真神尼，他佛法高深，随便诵念一部经文都可能帮助宿主突破。慧真神尼身份尊贵，怎么可能单独坐下来只为我一个人诵经？宿主不亲自去问，怎么知道他不愿意？本系统倒是觉得慧真神尼对宿主动了凡心呢。我怎么没看出来？当局者迷，旁观者清。神尼看宿主的眼神与看其他人明显不同。神尼真对我有意思？不可能吧，他是个出家人，就算他不是出家人，以他的身份肯定眼光极高，是不可能看上我一个小小业族的。算了，先出去吃点东西，明天再想办法找个尼姑来念经。裴13，这位是感业寺来的妙音小师傅。妙音小师傅是慧真神尼的弟子，此次专程来到神都与神尼会合。小尼妙音见过裴大人。是我脸盲，还是漂亮女人都长得差不多？这个妙音小尼姑怎么和慧真神尼有点像？妙音小师傅在神都找了几日，都没有见到神尼，身上的盘缠也用完了，2天没吃东西。正好我练功也饿了，一起去吃点东西吧。又练功？不会又躲在房里练你的冲天炮吧？沈大人既然如此惦记，今晚来我房里，属下给沈大人演示演示。谁惦记了？再敢胡说，我扣你月俸。青鸾，你不乖了啊，青鸾。是让你私下叫我青鸾，旁边有人时还是叫我沈大人啊！你这小子，欠打。陆昭昭呢？平日里一闻见饭菜香味，他早就跑来了。陆昭昭，师傅，你们也来吃饭啊？吃独食不叫我们。昭昭以为师傅睡了嘛，所以一个人出来找吃的。经卷案查的怎么样了？周兴参与了经卷调包，但周兴和玉龙都只是替第1殿办事。真正的天寿经卷被万象神宫里的人带走了。这么说，宫里出了内鬼。宿主小心，这是玄刚境中期的鼠妖。玄刚境中期，比我高出1个大境界多。沈大人，护住这个孩子。放心，我知道你能一个人摆平。师傅，这个鼠妖又是第1殿的。这里人太多了，不能使用阵域，只能老样子，用破网金筒找到妖丹，再用破云一刀解决它。妖丹藏在腹部。师傅小心后面！天罡伏魔刀，破云。斩杀玄刚境中期鼠妖，成功夺取寿元600年。这么大的一头妖魔，竟然被那位差爷一刀斩了！那差爷刚才先用双眼击穿地面，把鼠妖从地下逼了出来，然后一刀就斩碎了鼠妖的妖丹。裴13才开麦境，
竟然正面斩杀了玄刚境中期的妖魔。这小子的刀法到底是跟谁学的？还是他自己参悟的？怎么这么讨厌啊？大家都看见了吗？这就是我陆昭昭的师傅裴13。裴大人威武！多谢裴大人斩妖除魔，护佑百姓。裴大人长得英俊，修为还这么高，也不知道裴大人可曾婚配？师傅还要专心斩妖，没时间婚配。都走都走，别打我师傅的主意。玄刚境中期，果然比玄刚境初期难对付多。刚才那一爪再往前半寸，躺在地上的可能就是我了。不过这波虽然危险，逼倒是装得挺完整。他不是不知道害怕，可鼠妖即将伤害那个孩子时，他还是第一个冲了出去。小姑娘，刚才那头鼠妖有没有伤到你？小包子没有受伤，可是这头妖怪把小豆子他们抓走了。小豆子是谁？小包子和小豆子都是没有爹娘的孩子，我们一直住在城西的破庙里，平时靠卖花和讨饭为生。昨晚小包子偷偷看见，就是这头鼠妖把小豆子他们装进麻袋，扔进了城西的暗渠。城西暗渠连接着洛香水府，小豆子他们很可能就是被关进洛香水府的孩子。小豆子他们还活着吗？还活着。今天我已经斩了洛河水府的妖龙，被关在里面的百姓和孩子全部都被救出来了。谢谢大哥哥。不哭了，他们说不定早就在家等你回去呢。可是我们没有家。前身也是个孤儿。哥哥知道，没有家，没有亲人是什么滋味。等找到小豆子他们，哥哥就让静夜寺替你们安排住处。以后再有妖魔欺负你们，就来静夜寺找哥哥。哥哥会一直保护我们吗？会的。师父自己从小吃了那么多苦，却还是愿意把爱和希望传递给所有人。以前那个对妖物唯恐避之不及的裴13，是真的长大了。青鸾，我说过了，我以前是把立功的机会让给同僚，不是害怕妖魔。裴大人面对玄刚境中期妖魔时杀伐果断，面对一个无家可归的孩子却又如此温柔，对妖魔狠，对弱者善。裴大人与小尼见过的许多人都不同。小师傅，这两件事并不冲突，我也只是尽了静夜寺业族的分内之事。宿主真能装，宿主明明是为了斩妖夺取寿元。这次不是装，实力强大却不恃强凌弱，斩妖果断又愿意保护弱小。将来朕与裴13生下的皇子，希望也能像他一样。这个妙音小尼姑人看师傅的眼神和上官大人一样，他们都在打我师傅的主意。不行，谁都不许打我师傅的主意。陆昭昭，你又发什么神经？昭昭刚才被鼠妖吓到了。刚才鼠妖还活着都没见你这么害怕。昭昭现在就是害怕。沈大人，小尼暂时找不到师傅，在神都也没有住处，可否让小尼在静夜寺暂住几日？找师傅当静夜寺是自己家就好，不必客气。不过女舍没有空房了，委屈妙音小师傅先与陆昭昭住一起，可以吗？小师傅要与昭昭住在一起，麻烦昭昭姑娘了。这个小尼姑明明是来找神女的，为什么还要打我师傅的主意？真是的。妙音是慧真神女的弟子，又主动住进静夜寺，只要想办法让她单独给我诵念经文，突破开麦境中期就有希望了。沈大人，这么晚来找我做什么？刚刚出门不是说要让本大人过来看你练功吗？客套话，沈大人当真了？臭小子，你耍本大人呢？装什么装？讨厌，在本大人手下这么久，早就对本大人垂涎3尺了吧？沈大人不也一样？叫青鸾。沈大人，
叫青鸾。怎么不多睡一会儿？昨天说好了，今早去万象神宫与上官大人会合。那是上官丞相负责的案子，你怎么比他还上心？真正的天授金卷落入宫里人手中，拖得越久，就越难把金卷找回来。把金卷找回来，我或许便能借完整经文继续突破境界。查案过程中再多杀几头妖魔，还能顺便夺取寿元。沈大人，你今天去核对一下从洛河水府救出来的孩子，帮小包早把小豆子他们找回来，再替这些孤儿安排一个住处。还有妙音小师傅，今晚你带他来我房里诵经，帮我冲击一下开麦境中期。裴13，你安排的倒是挺满啊！昨晚让我来看你练功，今晚又让我带妙音来给你诵经。这件案子牵扯的妖物越来越强，我必须尽快突破瓶颈，提升修为。讨厌！不是约好今天出去查案吗？快出去，不能让陆昭昭发现本大人在这里。来了。师傅刚才在跟谁说话？没人，你听错了。昭昭好像听到沈少卿的声音了。没有，走，查案。可是师傅的房间里……别可是了。裴大人，上官大人，昭昭姑娘，万象神宫是皇宫禁地，没有陛下旨意与内廷身份，任何人都不能进入。为什么师傅可以进去，昭昭却不能？裴大人曾奉陛下召见，又是慧真神尼的护法，宫门通行册上留有裴大人的名字。昭昭姑娘不在通行册内，禁军不会放行。上官大人为什么要单独带走师傅？别问了，今天给你放1天假。我一个人放假有什么好玩的？师傅又不陪着。拿去，随便玩。师傅最好啦！那师傅早点回来。昭昭走啦，师傅再见。裴大人对昭昭姑娘倒是十分宠爱。徒弟嘛，给点银子就高兴了。走了。婉儿根据密探的描述，将那枚鱼符的外形与纹路画了出来，再与内廷鱼符册逐一比对，最终确认枚鱼符是玄字7号。玄字7号是谁的鱼符？那是韩德，但韩德3日前就死了。韩德当夜负责看守内廷仓库，换班的内侍进入职房时，发现他倒在案桌旁，没有气息。仵作查验以后，认定韩德是旧疾复发，心脉骤停而亡。偏偏在金卷被调换前后突然暴毙，这场旧疾发作未免太奇怪了。韩德死在万象神宫内，按照内廷规矩，尸体要在冷空停放7日。那就先去冷空验尸。韩德已经死了3日，右手为什么还攥得这么紧？这是黑漆。可韩德当夜值守的房间里，桌椅都是没有上漆的原木。韩德临死以前，右手曾经抬到耳后，他应该感觉到耳后被刺中了，所以本能的伸手去拔这根针。他的指甲刮过针尾，才留下了这片黑色漆屑。这根针先封住韩德情静脉，再截断他的心脉，伤口细得几乎看不见，死状又与旧疾复发十分相似。韩德根本不是病死的，他是被人用这根针杀死的。七星锁脉针，这是天机蜀的暗器。天机蜀是什么地方？贞观年间，元天罡奉太宗密旨，秘密建立天机蜀。天机蜀不在6部9寺之中，专门调查与妖异、皇室和大唐国运有关的秘密案件。天机蜀的人精通星象、毒术、机关、追踪与易容。这枚七星锁脉针
便是天机属制服和暗杀目标时使用的暗器。天机属，袁天罡。前身记忆中，袁天罡精通相术，还曾预言女帝拥有帝王之相。可朝廷记录，他45年前就死了。可是有记载，袁天罡死于贞观19年。朝廷在贞观19年收到的只是一封袁天罡病逝的奏报，没有人亲眼见过他的尸体，当时他的遗体也从未送回长安。更加奇怪的是，袁天罡死讯传回长安的当晚，天机一所有人员与卷宗同时消失。有人认为袁天罡只是借死脱身，带着天机署转入了暗处，也有人认为是天机署发生了叛乱，袁天罡与整个天机署一同被太宗皇帝抹去了。如今七星所埋针重现，至少可以证明天机族并没有消失。这案子竟和前朝有关。这里太冷了，裴大人，我们先出去吧。门被人从外面反锁了。我们刚查出韩德的真正死因，对方便封住了出口。有人在暗处盯着我们。裴13，你连斩数位妖将，你的名气在第一殿如雷贯耳。裴大人，这是一头玄刚境中期的血妖。玄刚境中期，我斩过不止一只。本王奉命守在此处，就是为了等你们过来。既然你们知道了不该知道的东西，就死在这儿吧。你有这个本事吗？你连本王的真身都找不到，拿什么与本王斗？这些分身没有经脉，也没有妖弹，在这儿。你怎么可能看破本王的真身？天罡伏魔刀，破云！这怎么可能？本王的修为明明比你高得多。一刀，裴大人不过开脉境，一刀斩杀了玄黄境中期的血妖。之前看他斩杀那些境界稍低的妖魔，也都是一刀。每次斩妖都是一刀，一次是侥幸，但次次就是真本事了。难怪陛下如此看重他，甚至想将他纳为第一个男妃。上官大人愣着做什么？裴大人刀法出神入化，婉儿一时之间没反应过来。妖魔的分身再多，也只有一枚妖丹，一刀斩了即可。越境斩杀，在裴大人口中竟然如此轻描淡写。他外表看起来散漫，真正拔刀时，却比神都那些所谓天骄可靠得多。裴大人今日又让婉儿刮目相看了。上官大人看我的眼神怎么怪怪的，和沈大人有点像。恭喜宿主斩杀玄刚境中期血妖，成功夺取寿元800年。宿主当前剩余寿元3245年02小时。女相冻得发抖，可我却一点都不觉得冷，甚至有点燥热。大日开脉经的第2种，可以将体内气血炼成纯阳之血，纯阳之血能够抵挡寒气。女相看起来快要撑不住了，她要是冻死，这个案子就没人带我继续往下查。天数金卷还没找回，她对我的修为极其重要，先把女相的命保住。正好我也越来越热了。裴大人把衣服给了婉儿，自己怎么办？我好热，你披着它。多谢裴大人。你就在此地，不要走动，我找找看有没有其他出口。这里的墙比其他地方薄，击穿这面墙就能出去。上官大人，裴大人，他的体温快要消失了。上官大人，得罪。
裴大人，裴大人这是做什么？别动！再这样下去，婉儿会失温而死，只能任凭裴大人救命了。体温只能暂时护住他的心脉，他体内的寒气还没有完全化开。大日开脉经上说，纯阳之血可以化解寒气，要让女相吸入我的纯阳之血才行。上官大人，含住他。寒夜里你为我添一两件指尖，轻抚着世态良言。婉儿又欠了裴大人一条命。这件天蚕软甲中有婉儿的一缕神识，裴大人若贴身穿着它，婉儿必可与他随时感应，就如同婉儿现在一直紧贴着他。这种话终究不好说出口，婉儿该如何让他知道？莫苏方才找到这面比较利器划出的墙壁，更易轰开。裴大人心细。天罡伏魔刀，破云。墙里面还有一层镇灵玄铁，现在的破云还差一点威力。系统，有没有办法继续提升破云？宿主目前破云修炼至融会贯通，花费500年寿元，可以将破云提升至炉火纯青。达到炉火纯青以后，破云的刀势可以提升3倍。买了，成功扣除500年寿元。这就是炉火纯青的破云，果然和之前完全不是一个层次。现在这一刀若是再斩出去，威力至少暴涨数倍。破云提升至炉火纯青，宿主当前剩余寿元2745年02小时。破云！什么人敢破坏万象神宫？内侍人上官婉儿奉旨调查天寿经卷案。末将参见上官大人。冷库中藏着一头玄刚境中期的血妖，裴大人已将其斩杀。你们立刻封锁冷库，再派人修缮墙体，查清楚是谁从外面锁住了冷库大门。末将遵命。上官大人，时候不早了，我先回去，明天见。裴大人请留步。婉儿今日又被裴大人救了一次，这件软甲送给裴大人护身。女相把贴身穿了多年的软甲送给我，这难道就是古代女子的定情信物？谢上官大人。上官大人告辞。裴大人慢走。这件软甲穿着好舒服，就仿佛无比细腻的肌肤贴在身上，冰冰凉凉，软软糯糯的，还能挡住玄刚境强者的一次致命攻击。好宝贝。沈大人说，裴大人想听小尼诵经，冲击开脉境中期。有劳妙音小师傅了，请进。本大人在外面替你们护法。裴大人准备好了吗？小师傅开始吧。今夜筑梦，应是日尽头。近距离看，他与慧真神尼更像了。面对朕的绝世容颜，他虽然有些惊艳，却没有趁机做出遇鬼之举。悟性、胆量和定力都不差，做朕的第一个男妃，倒也不算委屈朕。裴大人不要分神，跟随经文，引导灵力冲击瓶颈。好。这小子还算老实。哼。恭喜宿主突破开脉境中期。不
不愧是神尼的徒弟，佛法高深，仅仅半个时辰就助我突破了。既然成功突破，妙音小师傅也该回去休息了。沈清鸾看得这么紧，昨夜朕可能错过了不少事情。裴大人好生稳固修为，小尼先告退了。裴大人，你是？裴大人，是我，婉儿。上官大人的声音是从软甲里面传出来的。天蚕软甲有婉儿的一缕神识，裴大人穿着软甲时，婉儿能够感应裴大人是否受伤，也可以通过神识与裴大人交流。原来上官大人送我的不只是一件贴身软甲，以后无论相隔多远，上官大人都能随时找到我。裴大人将天蚕软甲贴身穿在胸前，就像婉儿也一直贴在他的心口。上官大人这么晚还没休息？裴大人不也没睡？刚刚突破开脉境中期，一时睡不着。恭喜裴大人，裴大人神勇。裴大人的手指还疼吗？一点小伤，早就好了。婉儿当时竟然含住了裴大人的手指，他会不会觉得婉儿太过轻浮？裴大人喜欢婉儿吗？裴13睡了没？上官大人，先不聊了。裴大人不回答，就是不喜欢了。也好，他就要入宫成为南妃了。不喜欢婉儿也好，免得陛下猜忌。沈大人怎么又回来了？少废话，进去。今天还要继续查天授经卷。陛下给的期限已经没剩几日了，你倒是一刻也闲不下来。完整大云经关系到后面的境界，现在是圣法时代第45年，所有人几乎站在同一起跑线，只要片刻不息，说不定能成为这个世界的最强者。小包子已经找到小豆子了，其他被救出来的孩子，本大人也让人安顿在了静夜寺后院。查案的时候小心一点，别遇到妖魔什么都不管。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本大人。知道了，沈大人。赶紧走。上官大人，这些人影是什么？这是凌烟阁24功臣留下的法术封印，右库中封存着皇族、天机属与妖魔有关的秘密。没有宗室精令和皇族血脉，强行闯入，只会遭到24功臣的法术同时攻击。封印与整座万象神宫相连，以我现在的修为，确实闯不进去。婉儿参见太平公主。婉儿妹妹与本宫之间不必如此多礼。裴大人，墨族见过公主殿下。天机属旧库属于宗室禁地，必须要有宗室金令才能打开。封印已经解除，墨族在前面探路。殿下小心！裴大人的反应倒是很快。保护公主殿下，是静夜寺夜读的分内之事。裴大人救本宫，当真只是因为本分？墨族不敢有其他非分之想。本宫可没有说裴大人有什么非分之想。殿下，前面的机关还没有解除。机关都解除了，
本宫既然答应协助查案，自然不会让二位失望。七星锁脉阵，韩德尔后发现的凶器正是这种阵。其他针架已经积满灰尘，只有空缺的位置被人擦过。最近确实有人进入旧库，取走了杀死韩德的那根针。玄钢镜后期蝎子精，裴大人小心！妖丹藏在腹部左侧第3块甲片下面。破云斧，斩杀玄钢镜后期蝎子精，成功夺取寿元1200年。裴大人，婉儿妹妹，殿下，蝎子精临死前射出了本命毒针，毒素正在顺着太平公主的血脉进入心脉。婉儿妹妹，裴大人，你们没有受伤吧？婉儿没事，殿下为什么要替婉儿挡上毒针？你是本宫的婉儿妹妹，本宫怎么可能看着你受伤？毒针距离心脉太近，必须立刻把毒吸出来。裴大人，可以了，剩下的交给婉儿。天已经黑了，殿下刚刚解毒，不宜继续深入。婉儿赞同裴大人的安排，那便明日再查。裴大人已经进入开脉境中期，今夜小尼会继续诵念经文，裴大人不要分心。这小尼姑今日最好也老实一些。妙音小师傅，裴大人体内的灵气太过急躁，跟着小尼的气息走，越看越像慧真神尼啊！不要看小尼，守住心神。恭喜裴大人进入开脉境后期。多谢妙音小师傅。这么快就结束了？裴大人已经突破开脉境后期，自然结束了。但往后想要从开脉境后期突破玄钢境，至少需要诵经6个月。裴大人还没有休息，刚刚突破开脉境后期。婉儿恭喜裴大人。上官大人，今日旧库中的妖物出现的太及时，我们走到哪里，他们便等在哪里。裴大人认为，我们的调查消息一直在泄露。不错，墨族准备利用之前的那名探子，引内鬼主动现身。行，就这么办。裴大人好计策。裴大人不但神勇无双，智计也是卓绝无二。只是什么？只是裴大人白日里着实有些讨厌。墨族今日哪里得罪上官大人了？裴大人与太平公主靠得那么近，还亲自替殿下吸出胸前的蝎毒，那不是为了救公主殿下吗？那陆昭昭呢？裴大人之前也亲过陆昭昭，那不也是为了救她吗？好了，上官大人，明日还要实施计划，早点休息。13，睡了吗？上官大人，先不聊了。裴大人又要丢下婉儿，裴大人，每次都是这样。开门这么慢，一个人在房里干什么呢？没事，早点睡，沈大人。最好没事。沈大人，昨晚睡前我跟你说的计划还记得吗？你昨晚抱着本大人说了3遍，本大人还没那么健忘。那名密探昨夜突然想起了一件重要的事。他说他想起了取走天寿金卷那个蒙面人的声音和身形，只要再见到那个蒙面人，
密探就能立刻认出来。从静夜寺北门出去，沿永宁坊西向，穿过落水石桥，再走城府坊夹道，最后从万象神宫西立门进宫，避开朱雀大街和南市，专走人少的偏路。不错，路上宫里的内鬼必定会来劫杀密探。放心，本大人知道怎么做。走吧。陆昭昭，妙音小师傅，快起来！少卿大人来了！师傅，今天是不是终于可以带昭昭出去查案了？师傅已经2天没有带昭昭出去查案了，昭昭现在都快变成静夜寺里看院子的了。今日给你安排了一个比查案更重要的差事。什么差事啊？你跟着沈大人，沈大人与你细说。我与妙音小师傅还有些事情要单独商量。又是妙音小师傅，有什么事情连昭昭都不能知道？过来。少卿大人，裴大人有什么吩咐？妙音小师傅，在下有一个不情之请。裴大人尽管吩咐。裴大人，少卿大人，师傅和妙音小师傅到底在里面干什么啊？不知道。你怎么可能不知道？我去看看。机密差事，不该看的别看。可是师傅把妙音小师傅单独留在房里。我都不急，你急什么？回来。师傅真是越来越花心了。不，你师傅很专一。哪里专一？认准一件事情，不做到最后，绝不罢休。哼，沈少卿跟我说的根本不是一回事。裴大人今晚可要对小尼负责。当然，在下既然请小师傅帮忙，自然会负责到底。谢裴大人。应该是我谢小师傅。走吧。妙音小师傅，你怎么换了男人的衣服？师傅，你们2个刚才到底在里面做什么啦？别问，一切听从沈大人安排即可。又不告诉昭昭，你们到底在卖什么关子？合着就瞒我一个人是吧？今夜答案自会揭晓，什么都提前说透了，这场戏还有什么意思？有好戏。等着吧。少卿大人，别问本大人。走了。来了，师傅。陆昭昭，在。回来。师傅的秘密连昭昭都不告诉了。裴大人来了。让上官大人久等了。婉儿也才刚出来，马车已备好，裴大人请。裴大人，你说那个内鬼今晚真的会上钩吗？我已经让沈大人去办了，只要内鬼担心自己的身份被密探供认出来，今晚就一定会动手。上官大人难道不相信墨族？婉儿怎么会不相信裴大人？从冷库那天到今日，裴大人从来没有让婉儿失望过。这么一个国色天香的女相大人，2句话还没说完，就往我怀里靠。婉儿这样，裴大人会不会觉得婉儿太轻浮？可婉儿也不知道怎么回事。自从那日在冷库里，裴大人为婉儿驱寒以后，婉儿便总是忍不住想往裴大人怀里贴，想让裴大人抱婉儿，亲婉儿。到底要怎么做，才能让裴大人知道婉儿喜欢他？裴大人，婉儿上次问你的那个问题，裴大人还没有回答呢。什么问题？裴大人明知故问。婉儿上次问裴大人是否喜欢婉儿，裴大人到现在都还没有回答。
上官大人不也在明知故问吗？裴大人这句话的意思，就是喜欢。古代的女子太好追了，问题是，我好像压根也没追过她呀。墨族见过公主殿下。殿下昨日中了蝎毒，今日伤势可好些了？已经没有大碍，还要多谢裴大人昨日及时替太平吸出胸前的毒血，也多亏婉儿妹妹替本宫将经脉中的余毒引出。殿下与婉儿之间无需言谢，至于裴大人，救人本就是裴大人最擅长的事情。婉儿妹妹今日与裴大人似乎比昨日亲近了不少。殿下说笑了。公主殿下，昨日殿下意外中毒，我们提前离开了天机署旧库，里面还有一些核心密室没有查完。既然如此，今日就把剩下的地方全部查清楚吧。这是婉儿丞相府的私印。5月初9，丞相府银1000两送入内库，后面还有天数经卷的转运记录。真卷已经调换，第一殿之事，一切照旧。这些东西不是婉儿府上的。本宫相信婉儿妹妹，这些证据、私印、账册、密信、调令，全部指向丞相府，而且出现的太整齐了，分明就是有人故意栽赃。裴大人，婉儿与第一殿从来没有勾结。墨族也不相信。若上官大人真是内鬼，他绝不会把能够定自己死罪的东西轻易放在一个地方等我们来发现。对方不是在留下线索，而是生怕我们不怀疑上官大人。本宫也是这么想的。小心！裴大人，裴大人，婉儿妹妹。裴大人，殿下，上官大人呢？太平也没有看见婉儿妹妹。宿主小心，这是玄刚境后期的九尾狐妖。裴13，第一殿那些妖魔可没少在本座面前提起你。你把上官大人藏哪儿了？自己都走进本座的洞房了，心里还惦记着别的女人。裴大人，破云。好一个裴13！难怪第一殿那些妖将一听见裴133个字就瑟瑟发抖，不敢应战。区区开麦境后期，却能连斩第一殿数名玄方境妖将。裴大人，妖丹在腹部偏左，找到你了。破网金头，你竟然能够直接透视本座的妖丹！不愧是让第一殿妖魔闻风丧胆的裴大人，本座今日算是见识了。上官大人在哪里？想知道？好大一只狐狸精！裴13，今日这笔账，本座记下了。想走？破云！裴13，本座很欣赏你，你早晚是我的。跑得倒快，追不上了吗？已经离开破网金瞳的范围了。裴大人，那头狐妖好像掉了东西。这是春玉，九尾狐妖用来储存媚气的妖物。殿下，离魔族远一点。本宫
知道。裴大人，公主殿下，裴大人放心，太平不会将此事告诉任何人。太平也不怪裴大人，一切都是因为中了狐妖的媚术。公主殿下与墨族，终究是两个世界的人。走吧。裴大人，救婉儿！上官大人，婉儿妹妹出事了。这边。美人，你的戏法到此为止了。破云，裴大人，裴13，怎么又是这个煞星？认识我，那就省得自报家门了。裴13，左边。一个妖丹在心口，一个在小腹。是去。恭喜宿主连续斩杀5头第一阶妖魔，成功夺取寿元800年。宿主当前剩余寿元4745年。 5头妖物，从裴大人出现到全部斩杀，竟连片刻都没有撑住。裴大人，婉儿还以为再也见不到裴大人了。上官大人，没事了。天色已经不早了，本宫今日也有些累，便先回公主府了。恭送公主殿下。恭送殿下。对了，裴大人，静夜寺刚刚传来消息。什么事情？之前那名从洛河水府救回来的密探想起了一些事情。他说他想起那晚取走天寿金卷之人的声音和身形，只要再见到那个人，他就有把握认出来。消息现在泄露，恐怕过不了多久，整个神都都会知道。今晚密探会被送进万象神宫，公主殿下若是无事，不妨与墨族、上官大人一起去看看。不必了，本宫今日实在累了，况且本宫若再跟着你们，反倒像个多余的人。裴大人，我们也走吧，密探应该快到路上了。停！少卿大人，从静夜寺到这里才16里路，我们足足走了1个多时辰，已经停了13次了。咱们到底是准备把密探送进宫，还是故意在路上磨蹭，等着内鬼来劫杀呀？闭嘴！这次是真的有邀请。杀光静夜使，绝不能让密探进入万象神宫，指认出宫里的大人。都打起精神，保护密探！少卿大人，这次昭昭知道为什么一路停这么多次了。打你的！走。鱼上钩了。审讯。1头、3头、6头、10头、15头。破云。斩杀第一件妖魔15头，成功夺取寿元2400年。裴13，师傅，密探被黑衣人抢走了。裴大人，要追吗？追，我倒要看看，究竟是谁这么害怕密探指认宫中的那个内鬼。遵命。说，你究竟想起了多少？那个取走天寿金卷的人，
你究竟想起了他的声音，还是他的脸？不肯说，那便不用再说了。这双眼睛，竟然是你！中计了！公主殿下，什么？事到如今，还不准备让我们看看你的真容吗？公主殿下，竟然真的是太平公主，圣神皇帝的亲女，太平公主竟然就是宫里的内鬼。殿下，朕刚才还希望自己认错。裴13，你是不是误会了什么？本宫今晚收到密报，有人准备劫杀那名密探。本宫乔装出宫，只是想暗中保护证人。保护？本宫看见第一殿妖物袭击净业寺的押送队伍，为了避免证人落入妖魔手中，才抢先将人带走。这有什么问题吗？那公主殿下为何不把密探送回净业寺？也没有把他送入万象神宫，反而一路把人带到了祭坛。这个祭坛，该不会是第一殿的封印之处吧？你少血口喷人！本宫只是发现这里妖气异常，所以才暂时停下。可是你刚刚问我，那个取走天寿经卷的人，你究竟想起了声音，还是他的脸？你还说，如果我不肯说，便不用再说了。这不就是准备杀人灭口吗？够了！本宫乃圣神皇帝亲女，大周嫡公主。裴13，你不过净业寺区一名业族，你没有资格审问本宫。你们所有人都没有这个资格。公主殿下可认得此物？见无字金令，如圣神皇故亲临。参见圣神皇帝。连这枚无字金令都给了你，果然，母皇宁愿相信一个认识不过数日的男人，也不愿意相信本宫这个亲生女儿。那么现在，墨族应该有资格继续审问你了吧？其实直至今晚以前，我都不知道内鬼究竟是谁。但从州府开始，这个人已经留下了太多蛛丝马迹。第一条线索，金卷根本不在洛河水府，昨夜已经被万象神宫里的人带走了。真正的天寿金卷，并没有留在洛河水府，他被一个能够自由出入万象神宫的人取走了。那个人故意蒙面，却露出了腰间的内廷鱼符。于是案子出现了第二个问题：玄子7号是谁的渔夫？那是韩德，但韩德3日前就死了。一个死人，为什么还能配着渔符去洛河水府取走金卷？因为有人拿走了韩德的渔符。不错，凶手取走韩德的渔符，借着一个死人的身份，进入洛河水府，接走真正的天寿金卷。凶手以为这样做就可以死无对证，将线索中断。可经过墨族与上官大人验尸，却发现韩德的死根本不是旧疾复发。这是黑漆。可韩德当夜值守的房间里，桌椅都是没有上漆的原木。我们在韩德尸体上找到真正令他心脉骤停的凶器——七星锁脉针。凶手就是利用这根针，将韩德伪造成暴病而死，骗过了仵作和所有人。可七星锁脉针根本不是普通暗器，
它属于天机属。天机属的旧库必须持有宗室金令，并以皇族血脉开启。所以，能够轻易进入旧库取真的人，不过，仅凭这一点，还不足以证明取真的人就是公主殿下。真正让我开始注意到殿下的，是殿下的蝎毒。毒针距离心脉太近，必须立刻把毒吸出来。昨日殿下被蝎子精的本命毒针刺中以后，墨族替殿下吸出毒血之前，用破黄金筒检查过殿下体内的毒素。吸毒血。师傅替公主殿下吸毒，师傅花心死了。吸毒的时候还看得这么仔细。哼，讨厌！破网金童倒是熟练。婉儿当时还以为裴大人只顾着救人。几位，现在是在查案，不要打断我。破晃金童看得很清楚，昨日那个冷命毒针带来的是刚刚进入体内的新毒，可在公主殿下体内的更深处，还残留着另一股血毒。那股旧毒已经在公主的经脉中沉积了数日，也就是说，在我们昨日进入天机熟旧库以前，公主殿下就已经被那头蝎子精蛰过一次。那说明公主殿下在此之前就进过旧库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取走七星锁脉针以后，殿下没有立刻返回旧库处理痕迹。不是殿下不想回去，是不敢回去。你第一次进入旧库，取得了七星锁脉针，但也惊动了里面那头玄刚境后期的蝎子精。你虽然逃了出来，却也中了他的蝎毒。后来，你用七星锁脉针杀死韩德，取走他的玄字7号鱼符，借着韩德的身份进入洛河水府，从玉龙手里拿走被周兴调包的真正的天寿金卷。做完这些，你当然想回旧库处理取真时留下的痕迹。可那头蝎子精还在那里，而且他已经见过你一次。你若再进去，他一定会第一时间攻击你。他是玄刚境后期，可你只是玄刚境前期，你不是他的对手。上次逃脱已是侥幸，你不敢进去，所以你只能先等墨族和上官大人查到天机市旧库。又是你！裴大人小心！昨日那头蝎子精出现以后，他看着我们说了一句：“又是你。”婉儿记得这句话，当时婉儿还以为他说的是裴大人。我当时也是这么认为的，因为这段时间被我杀掉的第一殿妖物不少，第一殿的妖魔认识我，并不奇怪。可当我开启破网金筒以后，却发现那头蝎子精身上根本就没有第一殿的妖印。他不是第一殿的妖物。不错，他只是一直镇守在天机属旧库里的妖物，他从来没见过我。既然不认识我，那句又是你，自然也不是对我说的，他说的是公主殿下。而更巧的是，昨日那头蝎子精最后死在了墨族的刀下之后，也替殿下解决了一个大麻烦。那头蝎子精是唯一一个亲眼见过你偷偷进入天机属旧库的人。他活着，你就不敢轻易再回去；他一死，旧库对你而言便再也没有危险了。所以你其实是借墨族的手，除掉了那头蝎子精，然后就在当天晚上，你重新进入旧库，处理自己曾经留下的痕迹，同时在那里放下伪造的丞相府私印、账册、密信
和金卷转运记录，然后等着我们第二天进去，亲手找到这些所谓的证据。这些证据看上去全部指向上官大人，可也正因为太完整，才显得太假。私印、账册、密信、调令，甚至连金卷转运记录都准备好了，不像有人犯案之后留下的破绽，更像有人提前栽赃嫁祸，生怕我们不去怀疑上官大人。殿下那日还第一个站出来替婉儿说话。你以为你所做的这一切天衣无缝、完美无瑕，可正是因为太过完美，才更显蹊跷。殿下，这个世界上是不存在完美犯罪的。你越是追求完美，就越显得欲盖弥彰。在真正有大智慧的人面前，你所做的这一切就越显得漏洞百出，以至于你为了追求完美，不让任何人知道，你决定把那个即将指认你的密探灭口。之前那名从洛河水府救回来的密探想起了一些事情。他说他想起那晚取走天寿金卷之人的声音和身形，只要再见到那个人，他就有把握认出来。仅凭推测，我不能真确确定内鬼是谁，更不能给一个人定罪。所以我只是放出一个消息，告诉所有可能听到消息的人，谁最害怕密探开口，谁自然就会来灭口。公主殿下，不知墨族说的对也不对。裴大人，断案如神，本宫输的心服口服。竟然一点都没错。从死人身上的一枚鱼符查到大周公主，裴大人这哪里只是神勇，简直断案如神。那当然，这可是我师傅。原以为裴大人只是胆量与修为远胜常人，想不到心思竟也如此缜密。朕果然没有看错他。裴大人，婉儿还有一件事想不明白，殿下已经贵为大周公主，陛下膝下又只有殿下一位皇女，殿下为什么还要冒这么大的风险，与第一殿的妖魔勾结？因为那颗子母龙君。子母龙珠配合女儿国的子母河水，便可以令女子无需婚配，孕育男胎。公主殿下原本是圣神皇帝唯一的女儿，只要陛下没有其他子嗣，殿下自然就是最有资格继承大周江山的人。可偏偏洛河水府里有一颗能够让女子孕育男胎的子母龙珠，对于其他人而言，这是一件稀世宝物。可对于公主殿下而言，它足以改变整个大周未来的皇位归属。因为陛下只要服用子母龙珠和子母河水孕育一名皇子，公主殿下就不再是大周唯一的继承人了。所以第一殿只需要拿着这颗子母龙珠，就足以威胁太平公主加入他们。太平，你若不愿替第一殿做事，本王明日就让人把这颗子母龙珠送进万象神宫。你敢威胁本宫？本王当然不敢威胁大周公主，本王只是很好奇，等圣神皇帝服下这颗子母龙珠与子母河水孕育出大周皇子以后，殿下这个唯一的皇位继承人还能坐稳几天？你们到底想让本宫做什么？替第一殿做几件事，等事情办完，这颗龙珠就归殿下自行处置。是让它出现在圣神皇帝面前，还是让你亲手碾碎它，皆由殿下。这才是第一殿真正拿捏公主殿下的地方。不合作，玉龙便把子母玄珠送到圣神皇帝手中，陛下随时可能孕育皇子。可只要与第一殿合作，办完他们要求的事情，公主殿下就可以拿到子母龙珠，然后亲手毁掉它。而玉龙担心殿下会想方设法偷走子母龙珠，又将龙珠交由周兴保管。巧就巧在那天斩杀周兴之后，我们误入形势，上官大人触发了藏匿龙珠的暗格，阴差阳错取得子母龙珠，将它呈给了圣神皇帝。所以殿下的目的就是为了毁掉子母龙珠，稳固自己的皇位继承权。裴大人，
你简直就像开了天眼，连本宫与玉龙谈了什么，你都猜得8、9不离10。只可惜，本宫费尽心机帮第一殿办事，盗走天寿金卷，甚至不惜一殿做交易，到头来却是竹篮打水，一场空。更可笑的是，母皇压根儿就不需要子母龙珠了。那个我千方百计想要毁掉的东西，对母皇来说，只是一个可有可无的废物。什么意思？陛下不是一直想要一个大周皇子吗？他是想要一个大周皇子，但他想了一个别的办法。什么办法？他要纳一名男妃，而母皇想纳的那个男人，就是你，裴13。什么？裴大人，圣神皇帝要纳裴13为男妃？他只要纳你为妃，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孕育一个拥有大周正统的皇子。你是个孤儿，没有父祖，没有可以凭皇子身份进入朝堂的兄弟叔伯。母皇甚至连外戚干政这一层，都已经替未来的皇子算计好了。裴13今年多大？可有父母亲族？裴13是孤儿，自幼便在静夜寺长大。难怪陛下那天问了裴13那么多事情，原来是在替自己选男人，还要跟我抢男人。师父，你真的要进宫给陛下当男妃啊？我也是刚知道的。裴大人终究还是要入宫，所以你们现在明白了吗？本宫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，不惜走到今天这一步。可到头来，即便本宫如愿以偿地毁了子母龙珠，也什么都改变不了。精彩，真是精彩！你怎么会在这里？蠢女人，放肆！你不会直到现在还以为我们第一殿费尽心机让你调换天寿金卷，真的只是为了阻止那场大云法会吧？什么意思？你们明明说的是天寿金卷能够帮助人族修士感悟天地灵气。大云法会一旦顺利举行，大云经翻印传播天下之后，大周数万修士都会从中获得机缘。第一殿不愿看着人族变强，所以才让本宫调换金卷。不错，我们确实不想看着大周的修士借天寿金卷提升修为，可那只是顺手而已。你们真正要的是天寿金卷本身。不愧是裴13，比这个蠢女人可聪明太多了。天寿金卷到底有什么秘密？天寿金卷？怎么会？你们说的，这里只是前朝留下的镇妖台？殿下，此处乃前朝镇妖台。将真正的天寿金卷藏在这里，便可以彻底隔绝金卷气息。镇妖台，睁大眼睛看清楚，你亲手藏匿天寿金卷的地方。根本不是什么镇妖台，这里就是第一殿的殿门。难道你们所有人都以为这只是一卷帮助人族修炼的经书，帮助修士开脉，甚至突破境界？可你们不知道，它最早根本就不是写在金卷上的。45年前，人族强者为了封死第一殿，把第一殿殿门上最重要的一段铭文直接取了下来。难怪虎妖挟持郑玉的时候说的是把他的东西交出来。原来这东西
原本是第一殿殿门上的铭文。没有这段铭文，即便第一殿里面有再强大的妖魔，也无法从里面打开殿门。所以45年前的人族强者，把那段铭文注进了天兽金卷中。不错，这段铭文离开第一殿之后，依旧能够牵引天地灵气。久而久之，竟然被你们人族当成了帮助修炼的无上经文，还在上面穿槽驳秽，注写什么女主当世、承天受命、弥勒降世，不过是那个所谓高僧的溜须拍马之词。这个蠢女人，不仅替我们把金卷从万象神宫偷了出来，还亲手把它送进第一殿的殿门。所以，从头到尾，本宫都在帮你们打开第一殿。现在才知道，晚了。霍云，拦住他！他再把缺失的铭文补回去。裴大人，绝不能让最后一个字归位。是我把他带出来的，是我害了所有人。第一殿开！45年，第一殿终于重临人间。裴13，你不是很能查吗？现在真相都查清楚了，你又能怎么样？妖丹！什么？第一殿殿门大开，但你也是第一个先死的炮灰。你敢？霍云！我的妖丹！裴13，你杀了我又有什么用？殿门一开，第一殿妖王即将苏醒！有没有用，也不耽误老子送你上路。恭喜宿主斩杀第一殿使者，成功夺取寿元800年。人间，本王回来了。宿主，九州灵气正在被第一殿吸走，宿主和大周所有修士的修为和寿元也会急速逆衰。10殿阎罗的第一殿，殿门开了。掌门，天地灵气正在急速衰减。妖气正在吞噬九州灵脉，若不封住第一殿，圣法时代会被提前耗尽。青城剑宗弟子，随本座驰援神都。是。神都若亡，九州修行之路也将一同断绝。龙虎山所有弟子出山！妖门撤开，天下修士无人能够独善其身。中南道宫弟子随本座赴洛阳斩妖。
军来了！宗门弟子和天下散修都来支援神都了。谁在斩杀本王的妖兵？宿主，他本体尚未完全复苏。这一掌虽然受到2阶压制，但至少也有玄罡境后期巅峰的力量。现在的我根本杀不了他。师父，师父！裴13，裴大人！保护裴大人，绝不能让妖物过去。系统，有没有能一刀秒杀他的功法？有，开天，这是天罡伏魔刀的绝招，群攻，能湮灭范围内的所有妖魔，不死类妖魔不外。但宿主必须先突破玄罡境，才能购买绝招开天。玄罡境，完整大元经能助我突破。裴13，你在哪里？可以把天寿金卷拿回来，让妙音小师傅替我诵念，突破玄罡境，然后再买开天，一刀斩了那个妖王。师父，天残软甲替裴大人挡下来。他打了太平公主。这一巴掌是替裴大人和神都数10万百姓打的。妙音小师傅，算了，公主殿下虽然罪不可恕，但她也是被第一殿骗了。到了这个时候，裴大人还愿意给太平机会？我有一刀可灭妖王，可屠妖潮，但这一刀需要玄罡境才能斩出来。谢裴大人。殿下，你去哪儿？危险！婉儿妹妹，松开吧。太平要弥补自己的罪过，帮裴大人取回天收金卷，突破境界。第一殿殿门有万千雷火封印，那是45年前凌烟阁24功臣留下的雷火，如今又混入了第一殿的妖气。活人进去，灵脉会被一根一根red断，神识也会遭到冲击，轻则修为尽毁，重则形神俱灭。殿下听见了吗？听见了。可这卷经书是我亲手送进去的，就该由我亲手拿出来。殿下！五华，刚才那是谁？殿下慢些吃，婉儿妹妹也吃。殿下，回来！你是谁？殿下。裴大人，还好，这个名字我还记得。裴13，出来！不许进去！给本宫出来！裴大人，金卷已经取回。真是久违人间的味道。检测完成。10殿阎罗第一殿之主，九幽万劫，吞天灭世欲王，天门境前期。天门境。如今圣法时代才45年，世间怎么会出现天门境妖王？人族45年过去，还是如此弱小。
裴大人，坐下。有劳小师傅。大云垂世，日照诸天。12灵脉，百窍归元。所有敬业使，誓死保护裴13。倾城剑臣，天雷诛妖，为天下修士，守住灵脉。千刀杀尽朝气，将那片红尘。天边逍遥，逍遥并肩笑来人心难了。苍月照，飞笑却曾动。我家尘土老，将这条心主刀，邪魔都不阻挡。不许过去，谁都不准碰我师父！再撑一会儿，裴大人一定可以。我乃是九幽万劫吞天灭世欲王，天门境后期巅峰，即便让你突破玄刚境，也不过是大一点的蝼蚁。宿主，这一击一旦落下，整个神都洛阳都可以消失。敬业寺，随本少卿赴死！老夫修行70年，今日便把这条命留在神都了，那便一起。玄刚境商城全线开启，检测到宿主当前面临灭世级妖灾，推荐购买天罡伏魔刀绝招，开天。买。等等，宿主必须知道，开天虽然在玄方境可以购买，但它真正能够安全施展的最低境界，是比玄刚高出2个大境界的天门境。以玄刚境强行施展，肉身、灵脉、神识都会在一瞬间超物合。这一刀下去，宿主很可能永远醒不过来。老子穿越过来的时候，也才只剩3个时辰寿命，拼命可能活，不拼，所有人，包括我，都得死。蝼蚁，你也配与本王拼命？老子的命是捡来的，你的命是自己的。跟老子玩命，你凭什么？扣除寿元5000年，天罡伏魔刀绝招，开天，购买成功。风停了。整个神都的灵气在回应裴大人的敬业刀。师父把整条洛河的灵气都引出来了。不是神都，他在吸收9州灵气。这一刀已经不是玄刚境的力量了。师父，不要，求求害怕！让他斩本大人的男人，不是松豹。
裴十三，不可能！杀了他！所有人，替13当至最后两击！你究竟是个什么东西？这一路破空，我嫩爹！天罡伏魔刀开天！本王乃天门界。你境界再高，我也是嫩蝶。全没了，活下来了，赢了！斩杀第1件妖魔，寿元正在批量结算。斩杀9幽万劫，吞天灭世女师傅，我不要你死！师傅，你醒醒！裴13，你答应过本大人的，你现在不是一个人，你还有我。裴大人，婉儿不要裴大人干哈的。婉儿什么都不要，你醒过来好不好？裴大人，你不能死。裴13，裴13，我只记得这个名字，我身体里是不是有他的什么东西？师傅醒了！师傅，你睡了3天，才3天，早知道多睡一会儿。你还知道醒啊？哼，这么讨厌，让沈大人担心了。少自作多情，谁担心你了？裴大人，妙音小师傅呢？昨日走了。此间事了，小尼也该回去了。裴大人，有缘自会再见。走得这么突然。哼，怎么舍不得？有本大人和他们还不够？没有，随口问问。太平公主呢？失忆了，只记得你的名字，说是你在她体内留下了什么东西，要把它还给你。陛下把她关起来，让御医每天盯着。失忆了还这么幽默。虽然公主殿下确实做错了很多事情，可最后取经卷的时候，也真的差点疼死。这已经是陛下最大的宽恕了。圣神皇帝口谕：净业寺业族裴13，伤势既已苏醒，即刻入宫觐见。莫族领旨。师傅，你入宫以后还回来吗？净业寺又没把我除名，为什么不回来？真的？真的。到了宫里，别忘了我还有陆昭昭。知道了，沈大人。
你们都退下。是。婉儿说过，裴大人帮婉儿查案，婉儿任凭裴大人摆布。陛下今日召裴大人入宫以后，很多事情恐怕就变了。婉儿不想留有遗憾。去吧，裴娘娘。婉儿会一直在宫外等着裴娘娘呢。神尼，裴大人，这里不是陛下的寝宫吗？妙音小师傅。裴大人，小尼不是说过吗？有缘自会再见。慧真神尼，就是妙音。慧真神尼，妙音，全是圣神皇帝。慧真是朕，妙音也是朕。所以陛下一直住在静夜寺，是为了……朕的第一个南妃，自然得由朕亲自看看，修为、胆量、心智，还有朕都验过了。那陛下今日召墨族来，今日是朕给爱妃的最后一道考验。静夜寺裴13护驾有功，斩妖定乱，封第一殿，功在社稷，特破宫中旧例，依内廷才人品言，特裴13为正五品才人，赐居承香殿，钦此。圣神皇帝万岁！武皇重色思倾国，欲语多年求不得。裴家有难出长成，一朝刀动洛阳侧。玄衣一战惊妖阙，金童回首清宫色。万里灵光归一刃，九幽玉王刀下折。承香殿里春宵暖，万象宫中夜漏高。自此大周天才人，从此君王不早朝。昭昭姐姐，裴哥哥什么时候回来？不知道，师傅进宫以后都7天没回来带昭昭查案了。急什么？圣神皇帝总不可能天天霸占着他。少卿大人，你怎么咬牙了？行接。明明每日进宫都能看见裴大人，怎么才分别几个时辰，婉儿竟又想他了？明日辰时就要送他离开神都了，可他现在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。圣神皇帝、上官丞相，他一个都不认识了，唯独还记得一个人。裴13，殿下，殿下是谁？裴13，他今天会来看我吗？或许很快吧。那我等他。玉哥，裴13，你斩了第一殿，可10殿阎罗还有9殿呢。裴13，本座说过，你早晚是我的。爱妃，怎么了？没事，只是做了个噩梦。一刀斩杀第一殿誉王的男人，还怕做噩梦？梦里的东西不讲道理。爱妃别想了，睡吧，爱妃。刚穿越过来的时候，我只剩3个时辰可活，没想到短短这些日子，斩过妖，拼过命，也遇见了这么多人。现在想想，在这个玄幻世界醒来，一路走到今天，
又何尝不像一场梦？不过，管它是梦还是现实，至少这一世，老子活得挺快活。